几天前，漫威发布了《银河护卫队3》的第一支预告片。虽然视频仅有1分55秒，但里面却充满了细节和彩蛋，并且银河护卫队原班人马全数回归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亚当和火箭浣熊的女友会在这部剧中首次亮相。为了让大家一次性看懂，今天我将逐帧解析预告片。废话也不多说，咱们现在就进入主题。首先，片头，漫威标志慢慢转变为《银河护卫队1》中的磁带音响，说明了漫威电影虽然发展了这么多年，但依旧使用着悠久传统的标志。紧接着，护卫队原班人马穿着全新漫画风格的服装出现在大荧幕上，他们跟以往的穿着不同，现在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，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这部电影中会比之前更加团结。之后，众人驾驶着一艘名为豹一的飞船，来到一个类似地球的星球，这里居住着穿着像人类但又不是人类的原始居民。在下一个镜头中，注意小岛上有一个类似自由女神的雕像，但看起来像是动物版的自由女神。另外，在这个场景中，原始居民小孩把球传给了德拉克斯，但德拉克斯却把球打到了他的脸上。正是由于他的这一行为，使得一旁星爵的表情从最初的微笑立马变成惊讶，并且星云也做出了相同的反应。随后，星爵等人就受到原始居民的攻击，但在这一过程中，注意星云的左手跟以往不同，并且在片尾他与亚当对战镜头中，可以再次看到他的左手。来到星爵戴耳机听音乐的片段，手中的 MP3 应该是克拉克林作为永渡的礼物送给了他。紧接着，一只手从笼子里朝着浣熊抓去的镜头，这只手应该是至高进化的手。在漫画中，至高进化是一名科学家，喜欢将生物进行基因实验，而在电影中他是作为反派登场，间接表明了火箭浣熊将会成为这部电影的焦点，因为它是至高进化的产物。在下一个镜头中，看到护卫队众人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跳进太空，貌似他们想要前往至高进化的基地，但这个基地是由生物组成的。在星爵几人前往的过程中，可以看到这个生物的毛发以及基地的入口。紧接着切换到护卫队成员以及星云抱着星爵的镜头，可以看到火箭浣熊在喝饮料，螳螂和克拉格林并没有伤心悲痛的表现，并且太空狗也跟随其中。从众人的表情和动作来看，星爵应该没有发生什么坏事。此外，在这个镜头里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星云的左手与之前提到的左手并不相同。另外，螳螂也换上了新手袖。下一个镜头，火箭告诉星爵他不再逃避了。在他身后的背景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卡魔拉已经重新回归了团队，并且再次看到了太空狗的身影，但周围却着起了火，这就意味着当时发生了大战。而火箭浣熊说他不再逃避了，说明了这次他将会加入这场战斗。随后，卡魔拉拔出了代表他的标志性匕首。如果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，会发现它与至高进化出现的场景极其相似，所以这个镜头应该是发生在他的基地里面。与此同时，注意卡魔拉脸上的妆跟以前的妆有所不同，说明这个版本的他会更加凶猛。紧接着出现大量银河护卫队1的回调，先是卡魔拉、星爵等人准备越狱的场景，在他们身后有许多至高进化的产物，跟之前看到的基地一样。此外，众人都穿着囚服，但德拉克斯却受了严重的伤，一旁的卡魔拉在那里帮助他，这对应到了银河护卫队1中德拉克斯照顾受伤的卡魔拉。不仅如此，星爵左手拿着东西准备反击，说明了他们当时正受到伤害。另外，注意众人身后与他们相似服装的生物背后有同样凸起的东西，由此可见，想要进入至高进化的基地，必须要穿上这样的服装。现在回到这个画面，注意螳螂的左手看起来很正常，因为他之前是穿上了手袖，但星云的左臂却没有任何变化。镜头切换到星爵扑向身穿白色外套的科学家，这个科学家极有可能是英克雷，在漫画中他创造了模式亚当。另外，注意躺在地上的科学家，他们的头看起来并不像人类的头，说明他们都是至高进化的产物，这意味着这一切可能发生在某个星球上，也就是片头众人来到的这个星球。紧接着是一滴血落下的特写镜头，彼得痛苦悲伤的尖叫着，说明当时可能是团队中的某位成员受伤或者牺牲了。另外，戴夫·巴蒂斯表示他已经完成了德拉克斯这个角色，并且明确说明了《银河护卫队3》是《银河护卫队》系列的最后一部电影，因此在这部电影中可以看到一个或多个重要角色死去。不仅如此，詹姆斯·古恩也说过，这部电影的故事剧情主要是围绕火箭浣熊而展开，所以如果火箭浣熊在这里死去的话，那么不必惊讶。在下一个镜头中，火箭浣熊的女友莱拉首次登场，在这之前，她的名字只出现在《银河护卫队1》中。此外，注意莱拉的左手装上了机械臂，这就意味着至高进化曾在她身上做过实验。当火箭浣熊看着莱拉时，脸上露出的表情说明他们已经逃出了至高进化的牢笼，但在逃离的过程中，莱拉再次被抓住，只有火箭浣熊逃脱，这就解释了莱拉在之后大战中缺席的原因。另外，在这个镜头慢放下，可以看到莱拉脖子上依旧还有被囚禁时所戴的项圈，而火箭浣熊手上拿着一个设备，这个设备很可能是一个打开牢笼的控制器。在下一个镜头中，可以看到星云、卡魔拉和德拉克斯被巨型触手怪追杀，然而这个触手怪早在《银河护卫队2》中就出现过。另外，第一次看到威尔·保尔特扮演模式亚当
登场。如果注意到这里的背景，就会发现亚当无处可去，被困在某个地方。正是由于星爵等人的到来，才有了亚当与星云交战的画面。与此同时，注意他与星云交战时身后是有斗篷，但在另一个镜头中却没有看到，所以很可能是亚当与星云交战过程中失去了斗篷。紧接着，星爵和格鲁特最为经典的背对背射击镜头，如果仔细观察，可以看到地上躺着和之前一样穿着白色外套的科学家，这就意味着早在星爵扑向英克雷之前，此地就发生了一场大战。另外，在片尾 logo 出现之前，如果仔细观察的话，可以看到先出现克里语，再出现英文。